每一件经典武器的诞生，都必然包含在一个宏观的框架之中。1948年4月，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了一项决定未来美国军事力量在数十年间发展方向的重要文件，这就是基韦斯特协议。该协议由美国第一任国防部长詹姆斯·弗里斯特尔起草，在杜鲁门签署生效后，又经过细化和修订。基韦斯特协议最主要的内容是规定了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美国空军以及美国陆军的角色定位，以及各自武器的主要发展领域。根据该协议，美国海军成为最大的赢家，除了获得海军陆战队的控制权，还可以发展自己的航空力量。美国空军则拥有所有的战略空中装备，以及战术和后勤机队。美国陆军在航空装备方面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大部分固定翼机型项目被优先分配给空军和海军。为了获得属于自己的空中支援武器，美国陆军将目标投向了直升机领域。Chopper Scout 13K. Mission: proceed to checkpoint Echo 23. Probe suspected enemy movement at the creek. Report crossing phase line Bravo. 在美国陆军提出正式需求之前，贝尔直升机公司便早早开始了研究项目，并提出了代号 D255 的武装直升机概念模型。1962年6月，贝尔向美国陆军展示了这一模型，随即在当年的12月获得了一份开发合同，其成果就是贝尔207苏族侦察兵直升机。苏族侦察兵基本具备了现代武装直升机的基本特征，包括前后布局的驾驶舱、能够挂载武器的短翼，以及机身下方配备的机炮等等。苏族侦察兵给美国陆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也认为苏族侦察兵体型和动力过小，不适合在战场使用。在否定了苏族侦察兵项目之后，美国陆军于1964年3月正式发起了先进空中火力支援系统项目。1965年11月，洛克希德公司在与包括贝尔和西科斯基等直升机巨头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先进空中火力支援系统的主承包商。1966年3月，美国陆军与洛克希德签订了原型机制造合同，
用于生产10架 AH-56下沿直升机，下沿的设计十分的前卫。最大的特点是尾部配备的一个推进式螺旋桨，令下沿的速度达到每小时370公里，可以在不进行俯仰动作的情况下加速和减速，也可以在30节的侧风中保持悬停等等。然而，下沿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其旋翼产生的震荡容易进入不可控的状态，导致旋翼触碰机身而产生毁灭性的后果。1972年，先进空中火力支援系统项目正式取消，这其中包括来自空军的压力。美国空军认为，对陆军的火力支援和护航任务可以由美国空军的机型来完成，不应将预算投入到美国陆军的武装直升机项目，而下沿直升机本身也难以令陆军满意。取消项目的理由包括安全隐患、系统过时和成本增加等原因。尽管洛克希德公司对下沿进行了改进，大幅提高了稳定性和安全性，但是已经无力回天。先进空中火力支援系统的赢家最终成为了输家，下沿直升机也成为了历史。相比之下，作为失败者的贝尔公司却没有放弃武装直升机项目，在苏族侦察兵被否定，以及在先进空中火力支援系统竞标失败后，贝尔公司依然坚定了自己的理念，认为小而轻的武装直升机才是发展的方向。在1965年，贝尔推出了贝尔209原型机，在设计上，贝尔209结合了贝尔 UH-1C 的旋翼系统，贝尔 UH-1 的 T53型涡轮轴发动机，以及苏族侦察兵的设计理念。彼时，先进空中火力支援系统项目尚在进行之中，而美国在越南对武装直升机的实际需求却越来越迫切。由于美国空军的施压以及洛克希德公司进展的缓慢，美国陆军开始寻求一款临时替代机型。1966年，贝尔209最终获胜，几经修改后，最终成为我们较为熟知的 AH-1眼镜蛇武装攻击直升机。实战也证明了眼镜蛇系列的成功，它的机身相对更窄，驾驶舱采用了装甲保护，阶梯式的座舱布局，令驾驶员和武器官都拥有较好的视野。眼镜蛇的机动性和速度也令美国陆军感到满意，成为美国陆军第一款拥有 A 字头的专用武装攻击直升机。其设计理念对现代攻击直升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先进空中火力支援系统项目失败后，美国陆军并没有放弃开发较为先进的武装攻击直升机的计划。1972年11月，美国陆军公布了先进攻击直升机计划。1973年9月，美国陆军将先进攻击直升机计划列为当时5大核心发展项目之一，其他4大项目最终发展成为美国 M1A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布拉德利步兵战车、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 UH-60黑鹰直升机。而先进攻击直升机计划的最终结果就是 AH-60阿帕奇武装攻击直升机。直至今日，这5大装备依然是美国陆军的绝对核心武器。先进攻击直升机计划的进程也并不顺畅，参与竞标的单位包括贝尔公司、休斯公司的直升机部门、洛克希德公司、西科斯基公司以及波音公司和格鲁曼公司组成的联合团队。最终，贝尔公司和休斯公司进入了决赛圈。相比于贝尔公司的 YAH-63， 美国陆军更青睐休斯的 YAH-64。1981年，休斯直升机公司成立，并开始向美国陆军提供 AH-64A 原型机。同年 ，AH-64正式获得阿帕奇的代号，并于1982年开始量产。第一架量产机于1983年下线。1984年，休斯直升机公司以 4.7 亿美元的价格被麦克唐纳道格拉斯收购。1986年，每架 AH-64A 型的单位成本提升至1390万美元。进入1980年代后，
美国陆军的 AH-1眼镜蛇攻击直升机开始逐步被 AH-64阿帕奇直升机取代。到了1990年，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推出了 AH-64D 长弓阿帕奇。相比于初代机型，长弓阿帕奇的生存能力增强了4倍，攻击力增强了7倍。1997年，长弓阿帕奇投入使用。同年，波音公司收购了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同时也将美国陆军先进攻击直升机项目收入囊中。阿帕奇武装攻击直升机也成为波音公司旗下最为盈利的武器项目。1984年1月，首批阿帕奇 AH-64A 投产。1986年，美国陆军接收了第一架 AH-64A。首批阿帕奇投入使用之后，便展现了其在近距离火力支援，尤其是夜间作战中的优势。随后，阿帕奇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区展现了优秀的作战实力。阿帕奇直升机也发展出多种型号，迄今为止，整个阿帕奇直升机的产量已经超过2400架。目前，美国陆军的保有量在800架左右。阿帕奇拥有4片主旋翼和4片尾旋翼，2名驾驶员采用前后坐席，飞行员位于后座，射手位于前座，两者既可以配合操作，也可以交换或独立驾驶直升机或操作武器系统。阿帕奇的驾驶舱采用了装甲保护，在2名机组成员之间也设置了装甲隔层。阿帕奇的机身和旋翼也可以承受大口径弹药的攻击，并配备了自密封油箱。整体的结构采用了抗冲击设计，能够在飞机坠落时减缓撞击造成的伤害。阿帕奇的飞行高度受到气温的影响，正常情况下，阿帕奇的升限可以达到6400米，在炎热环境中，其升限将降低到5900米左右。除了英国使用的阿帕奇以外，其动力单元均来自美国通用电气。输出功率在1700轴马力到2000轴马力左右。阿帕奇全长约18米，机身长度约15米，高度约3.9米，主旋翼直径约14.6米，面积约177平方米，最大速度约每小时300公里，续航速度约265公里，极速不超过每小时365公里，作战范围在480公里左右，续航距离约1900公里。阿帕奇最具革新式的设计是其头盔瞄准系统，驾驶员和射手可以通过头盔瞄准器操作机身下方的链炮，炮口可以跟随驾驶员的视线进行移动。阿帕奇的空中射击效率大致能够保证在800到1200米的距离内，每射击30发命中一次目标。阿帕奇的任务定位是前线作战，既能够适应恶劣的气候条件，也能够进行全天候作战。长弓阿帕奇可以在50公里的范围内同时定位201个目标。阿帕奇的30毫米口径链炮装备有1200枚子弹，短翼上的挂架可以挂载地狱火导弹、响尾蛇导弹以及毒刺空对空导弹等等。每个武装攻击直升机营通常包括18架阿帕奇，最多可以携带288枚地狱火导弹，可以对地面装甲目标形成巨大的威胁。美国陆军还在阿帕奇机型上试验了激光武器。新一代的 AH-64E 守护神阿帕奇还具备操作无人机的能力，可以操控 RQ-7 暗影无人机或 MQ-10C 灰鹰无人机，进行侦察和目标指引等操作。阿帕奇的最初型号是 AH-64A， 已经于2012年退出美国陆军的战斗序列。大部分的 AH-64A 已经升级到 AH-64D 版本。在 AH-64A 之后，出现了 AH-64B 的升级计划。
但是该升级计划最终被取消，其升级设备大多被应用于 AH-64A 型之上。升级领域包括旋翼、GPS 系统、改进的通信系统等等。AH-64C 原本是 AH-64B 的升级版本，随着大量的资金投入 ，AH-64C 的升级项目实际上已经与 AH-64D 近乎相同。随着动力系统的统一升级 ，AH-64C 和 AH-64D 唯一的区别仅包括雷达系统。AH-64C 这一代号之后被取消，同时归入到 AH-64D 之中。AH-64D 是阿帕奇系列最重要的机型之一，代号长弓阿帕奇，配备有玻璃驾驶舱，集合了较为先进的传感器系统，采用了美国通用电气提供的 T700GE701C 型发动机，功率从1700马力提升至1900马力。长弓阿帕奇最显著的外部特征是在主旋翼上方的圆柄形雷达。长弓阿帕奇可以隐匿于树木或高低后方，利用顶部的雷达进行侦察和攻击，大为提高了生存能力。长弓阿帕奇配备的 AN/APG-78 型雷达能够同时跟踪128个目标，并向其中16个目标发动攻击。除了提高了单机作战能力外，长弓阿帕奇具备数据共享能力。多架阿帕奇协同作战时，仅需一架阿帕奇采集的坐标信息，即可由任意共享单位发动攻击。AH-64E 原本的代号为 AH-64D Block 3，2012年正式获得 AH-64E 的代号，随后被命名为守护神阿帕奇。守护神阿帕奇最主要的提升在于数字化能力，提升了数据链接和分享能力，采用了通用电气提供的 T700GE701D 型发动机，功率进一步提升到2000马力。守护神阿帕奇具备仪器飞行能力，改进了起落架系统，使用了新型复合材料的桨叶，提升了续航速度、爬升率和有效载荷。守护神阿帕奇于2011年开始交付。美国陆军的数百架长弓阿帕奇也陆续升级到守护神阿帕奇的标准。所有的阿帕奇机型均配备有一门30毫米口径机炮，型号为 M230， 最初由休斯直升机公司研制，目前已经由美国 ATK 公司接手。M230 采用电力驱动的全自动发射模式，理论射速在每分钟625发左右，实际射速估计在每分钟300发左右，有效射程1500米，最大射程4000米，其整体重量在56公斤左右。长度约 1.6 米，最多可以携带1200枚弹药，可以发射 M789 和 M799 型高爆弹药。在实际使用中，对 M789 型弹药的需求更多。M789 是一种高爆双用途弹药，在有效射击距离内能够穿透50毫米厚的军制装甲，对轻型装甲目标具备一定的打击能力。同时 ，M789 在击中目标后产生的爆破弹片，能够对半径3米内的步兵造成伤害。阿帕奇机型的短翼下方拥有4个挂点，长弓阿帕奇每个短翼的翼尖还可以额外装配1枚独自对空导弹。此外，可以搭载的弹药类型还包括地狱火导弹、响尾蛇导弹、小牛导弹、联合空地导弹、各类火箭弹和反辐射导弹等等。AGM-114 地狱火导弹是一种空对地反装甲导弹，射程8公里左右，极速可达1.3马赫，主要用于攻击坦克等大型装甲目标。地狱火具备发射后不理的能力，可以采用多种弹头，用于战术打击任务。除了攻击地面目标外，地狱火导弹也有
被用于攻击包括无人机在内的空中目标的战力。AIM-92毒刺导弹是 FIM-92便携式毒刺防空导弹的空中发射版本，射程在8公里左右，极速可达2.2马赫，可用于攻击位于低空的无人机、战斗机、直升机等空中目标。除了发射系统有所改进外，空射版毒刺与单兵便携式毒刺系统采用的导弹并没有区别。AIM-9响尾蛇导弹是一种短程空对空导弹，目前较为先进的型号为 AIM-9X， 理论射程约26公里，极速约2.5马赫，能够对高空目标进行打击。AGM-65小牛空对地导弹可以对装甲单位、防御工事等地面目标进行攻击，射程在22公里以上，极速约每小时1150公里。AGM-179联合空对地导弹是美军新一代空对地武器，射程约8公里，采用半主动激光和毫米波雷达制导，预计逐步替代陶式反坦克导弹、地狱火导弹和小牛导弹。作为对未来直升机项目的回应，多家航空巨头提供了机型方案，其中较为有力的竞争者是波音和西科斯基公司联合出品的挑战者型直升机，以及贝尔和洛克希德马丁联合出品的 E-280型轻转旋翼机。挑战者更贴近黑鹰和阿帕奇的角色定位。波音与西科斯基的上一次合作是耗资70亿美元的科曼奇直升机项目。挑战者型直升机于2019年首飞，采用同轴双旋翼设计，尾部采用了推进式螺旋桨，续航速度估计为每小时460公里，具备更佳的灵活性。贝尔公司的 E-280在速度表现上更具优势，并且具备较强的负载能力。洛克希德马丁将为 E-280提供航电和武器系统。虽然美军对未来直升机项目尚未做出任何明确的选择，但是挑战者和 E-280或许会成为美军未来通用直升机型的发展方向。以上是本集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视频，欢迎您在今日头条和西瓜视频搜索武器沙漏。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